我是风华绝代的云天宗圣女苏妹，下山历练时救下一个落魄书生，他资质平庸，屡试不中，我怜他命途多舛，悄悄潜回门偷走阴阳逆转符，将二人气运调转。我修为尽失，断了成仙之路，他却高中状元，转投与许嫣私相授受。上辈子我被迫和许嫣一同嫁给温如言，共侍一夫。婚后许嫣病逝，他怨我挟恩图报，又对云天宗怀恨在心。在他成为宰相后，向皇帝屡进谗言，污蔑云天宗勾结魔教，意图谋反，致使满门屠灭。我在相府备受搓磨，形如枯槁。临死前苦苦哀求他放过宗门，他却咬牙切齿，冲我吼道：“我要你们云天宗一门灭绝，给许嫣陪葬！”恨意如持骨入魂，气绝瞬间，我恍惚看到一道白衣身影冲入相府，剑光入血，再度睁眼，我竟又回到温如言在云天宗求娶许嫣那日。我看着温如言走到大殿中央，拱手行礼：“宗主，本官想娶宰相之女许嫣为平妻，恳请宗主成全。”状元郎不是要迎娶圣女，成为宗门的乘龙快婿吗？他一个落魄书生，靠着宗门才一飞冲天，这亲事本就是他高攀了。胡闹！婚约岂容你儿戏？况且还敢委屈圣女？许嫣已怀有本官骨肉，我不能负她。混账！你这个寡廉鲜耻的白眼狼！师尊，苏妹愿成人之美，自愿退婚。我苏妹乃云天宗圣女，我的婚事愿以抽签重新选夫，无论牵指何人，苏妹绝不反悔，只求一个公道，一个尊重。苏妹，与我成婚是你的福气，别不识好歹。我冷笑，只许他再娶，不许我悔婚。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。座上的师尊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微微点头。二长老捧来签筒，摇晃后签子落地，不知怎的，我内心竟也有些紧张。天意选中，江淮竟是宗门内最不起眼的杂役弟子。什么？江淮？那个杂役弟子？练气境都没突破的废物，怎么能娶圣女？温如言站在殿中央，眼里满是幸灾乐祸，仿佛在嘲笑我，瞧瞧你挑的好人家。我站在原地，听着四周的议论声，一时竟有些恍惚。江淮这个名字我知道，云天宗的杂役弟子，入门5年，修为毫无曾进，整日沉默寡言，存在感几乎低得可以忽略不计。既是天意，江淮领命。他貌若潘安，虽穿着一身灰布麻衣，也难掩周身的贵气，步伐沉稳地向我走来，对上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，不知为何，我心跳漏了一拍。前世的记忆里，从未认真看过这人，此刻却莫名觉得他看我的眼神不像是第一次相见，似是藏着太多复杂的东西，温柔、庆幸，还有一些我读不懂的，像是隔着千山万水的思念。苏妹，你堂堂圣女，怎么能嫁给这么一个废物？他刻意把废物2个字咬得很重。你不会幸福的。言下之意就是我在赌气，拿自己的终生大事胡闹。那二女共侍一夫，会让我幸福？你温如言被噎得说不出话，我毫不退弱，起身一步，声音清晰有力：我苏妹言出必行，签已抽，人已定。从今日起，江淮就是我苏妹的夫君。我江淮以道心起誓，此生只娶一妻，绝无二心。修士最重道心，以道心起誓，若有违背，轻则修为尽废，重则魂飞魄散，这是最重的誓言，没有之一。我怔怔看着江淮，心中那潭死水竟第一次泛起涟漪。好，那便请师尊定下婚期。温如言的脸彻底黑了，咬了咬牙，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冷笑一声：好，好得很，苏妹，但愿你不会后悔。他一甩袖子，大步离去。后悔？我前世最后悔的事，就是救下他这个负心汉。这一世，我绝不再重蹈覆辙。我回到圣女居，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撑了一整天的力气泄了大半，靠在门板上，缓缓滑坐在地。温如言走了，但事情远没有结束。他会回京城，会在宰相面前添油加醋。许家的报复不会来得太满，而云天宗失去了与状元联姻的机会。那些原本依附的中小世家也会重新掂量，是继续追随，还是另寻高枝。更要紧的是阴阳逆转符，因为他的反噬，
我如今修为正在一点点消散，一缕灵气从指尖溢出，微弱但还算稳定。还好，反噬的时间还不长，修为并未散尽，只是从元婴中期跌到了金丹初期，仍在慢慢蚕食我的根基，修炼速度比前世慢了许多。不管怎样，我还有时间，只要尽快找到破解之法，恢复法力，成仙之路依旧走得通。这一世，只要我不作死，谁也别想毁我的道。正想着，窗外忽然传来一阵极轻的脚步声，有人在圣女居外徘徊。我屏息凝神，灵石探出，捕捉到那道身影，修长的身形，还有那张冷静自持的脸，竟是江淮。他站在院墙外老槐树下，拎着粗布包袱，犹豫后放好包袱，准备离开。脚步无声，来去如风，若不是我灵识敏锐，根本察觉不到。这身法不像一个炼气期都没突破的废物。站住！我起身推开院门，弯腰拾起那个包袱，打开一看，竟是一枚玉佩，通体硬白，泛着淡金色的光芒，触手温热，隐隐有灵气流转。玉佩上刻着繁复的纹路，像是某种古老的阵法。这是定魂玉，传说中可以稳渡神魂、修复道基的至宝，对阴阳逆转符的反噬有奇效。这种宝物只在古籍有记载，早已失传千年，世间仅存一枚，是无价之宝。此等至宝，你从哪儿得来的？捡的。他的声音不疾不徐，却让我猛地一滞。哪儿捡的？捡给我看看。江淮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慢吞吞地答：被捡没了。我被他气笑了，这种话骗3岁小孩都不够。握着那枚温热的玉佩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前世我死前看到的那个白衣人，虽然没看清脸，但那双眼睛似乎和眼前这个人一模一样。我忍不住好奇地问：江淮，你到底是谁？他终于回过头，月光照在他俊美的脸上，那双眼睛亮得像星星，声音低沉：你夫君。说罢，他转身消失在夜色中。我愣在原地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等我回过神，门口已经空无一人，只有夜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。我低头看着手里的定魂玉，喃喃重复着他刚才的话，不知为何，脸颊微微发烫。呸！什么夫君，婚还没成呢。这个人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，但他对我似乎没有恶意。我回到床上，盘膝而坐，将玉佩握在手心，开始运功吸收。这一次我要活着，要成仙，要保护宗门，还要弄清楚那个男人的秘密。第二日，我刚推开房门，就见到了2个不速之客。温如言玉冠束发，风度翩翩，端的是一副状元郎的好皮囊。他身侧的女子一身鹅黄长裙，面容清丽，依偎在温如言怀中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正是许嫣，温如言的心头宝，前世和我共侍一夫的好姐妹。看着眼前这令人作呕的狗男女，我只觉恶心。姐姐，都怪我不好，可我和严哥是真心相爱，如今我还怀了他的骨肉，我们也不想委屈姐姐。姐姐千万不要因为一时赌气嫁给那个废物。第一，我不是你姐姐，你还没资格这么叫我。第二，你有骨肉关我何事？我又不是你孩子的爹，用不着跟我卖惨。许嫣的脸瞬间长得通红，故作委屈地用手帕擦拭眼角的泪。温如言眼见心尖上的人受委屈，脸色铁青，忙上前指责我：苏妹，你别太过分！嫣儿好心好意来劝你，摆什么圣女的臭架子？劝我少在这惺惺作态，我不吃这一套。温如言瞧我如此不识抬举，语气愈发强横。如今嫣儿怀了我的骨肉，我应当给她名分。他说这话时，下巴微微扬起，像是在施舍什么天大的恩惠。你若现在回头向嫣儿道歉，我念在往日情分上，可以同意婚事照旧，你还是我的正妻。我瞬间被他这副厚颜无耻的模样气笑了，猛地上前一步，逼近他，声音清冷：温如言，既然你这么念往日情分，那我就来帮你好好算一笔账。我目光如刀，掰着手指，一笔一笔的算，字字清晰。当年你落魄街头，在破庙里饿得像条狗，是我救的你。后来你屡试不中，是我用自己的资源供你读书，为你请名师，帮你铺路。你能高中状元，靠的是我云天宗的至宝阴阳逆转符。你知道那符的代价吗？温如言的眼神躲闪了一下，我再次逼近他，他下意识后退半步。是我承受了所有天道反噬，
修为尽失，没了成仙的希望，就为了让你飞黄腾达。而你，高中状元第一件事，便是攀附宰相，还要娶他的女儿许嫣。行，我大度，不拦你。但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嫁给你？真以为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温如言的声音开始发颤，顿时没了往日的底气，却还强撑着，试图掩饰自己的慌乱。什么阴阳逆转符？我根本不知道。苏妹，少信口雌黄，污蔑我！不知道，你分明什么都知道，却选择装聋作哑。他的呼吸明显乱了一瞬，瞳孔剧烈收缩，下意识后退一步。我看着他的反应，心底最后一丝侥幸也烟消云散。前世我至死都不知道，温如言从一开始就清楚阴阳逆转符的真相。他眼睁睁看着我偷符，眼睁睁看着我修为尽失，然后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用命换来的气运。从头到尾，我都只是一个笑话。滔天的恨意几乎要将我吞噬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翻涌的杀意，声音恢复了平静，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冰冷，带着不容错别的决绝。温如言，你欠我的，欠我云天宗的，我会一笔一笔慢慢讨回来。话音刚落，我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眼神扫过温如言身上的锦袍，又落在许嫣身上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。哦，对了，你如今状元府里那些值钱的字画、摆件，还有你身上穿的锦袍，全都是我从云天宗带去的，是我用自己的私产给你撑场面的。稍后我会派人一一拿回来，一点都不会留给你。温如言的脸色已经黑得没法形容了。我的余光忽然瞥见许嫣头上戴着的那根白玉簪，那是我15岁生辰时师尊送我的礼物，质地温润，雕工精美，是我曾经最珍爱的东西。前世我亲手送给了温如言，当作定情信物，没想到他竟转手送给了许嫣。我语气一冷，不等许嫣反应过来，伸手便狠狠拔下了她头上的玉簪，力道之大，扯得她的发丝都掉了几根。许嫣疼得低呼一声，满脸惊慌：“姐姐，你怎能这般蛮横？”我把簪子拿在手里，对着阳光看了看，眼底满是嫌恶。脏了，不想要了。说罢，我手腕猛地一用力，只听咔嚓一声脆响，那根温润的白玉簪瞬间被我掰成了两半，碎玉落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如同我前世破碎的心再也无法复原。许嫣的脸由红转白，由白转青，浑身都在发抖。温如言终于回过神来，一把扶住摇摇欲坠的许嫣，咬牙切齿地瞪着我：“苏妹，你太放肆了！”哼，温如言，你记住，你离了我，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没有。你的荣华富贵，你的状元之名，你的一切，都是我给的。我能给你，就能亲手毁了你。我挥了挥手，像赶苍蝇一样，现在带着你的女人滚，别脏了我的眼睛。温如言的脸长成猪肝色，又羞又怒，胸膛剧烈起伏，眼底的阴剧几乎要溢出来，死死咬着牙，像是在压抑着滔天的怒火。忽然他猛地上前一步，不顾许嫣的拉扯，凑到我耳边，声音低到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，语气里满是阴狠的威胁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疯狂。苏妹，你别得意太早，我能回你一次，照样能回你第2次。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，在我脑海中轰然炸开，我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，一股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，连呼吸都变得停滞。温如言她也重生了，现在绝不能让他发现我也是重生的。我迅速敛去脸上的神色，压下心中的慌乱与诧异，换上一副骄纵冷傲的模样，冷哼一声：“来日方长，我们走着瞧。”他狠狠瞪了我一眼，一把揽过吓得浑身发抖的许嫣，转身便要走，刮起一地的力气。等等，你身上这件衣服是我云天宗花钱做的，扒下来。苏妹，以后你会跪下来求我的。狠话谁不会说？小心风大闪了舌头。
日后打脸更疼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妄想我会伏低做小捧着他，前世的亏，我可不会再吃第二次。我站在原地，心中警铃大作，我重生了，温如言也重生了。他会怎么做？是联合许家提前对我下手，还是继续伪装深情？一个随时可能反水的许家，一个不知道能装多久的许嫣，还有那份本就不属于他的气运。哪怕他此刻手中筹码不多，根基未稳，我也必须提前布局，趁着他还不知晓我重生的秘密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这一世，猎物与猎人的身份该互换了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尽快恢复修为。接下来的10日，我沉浸在修炼中，借助定魂玉的辅助，阴阳逆转符的反噬之力被逐步剥离，循着冥冥中的因果丝线，尽数转移到了温如言身上。而我的修为也从金丹初期稳步回升，日渐充盈，距离元婴期不过1步之遥。正当我运转最后一种心法，感受着体内灵力奔腾欲出时，门外突然传来弟子急促的通报声：圣女，宗门紧急传召，出大事了！修炼的关键时刻被骤然打断，体内奔腾的灵力猛地逆行，我喉头一甜，一大口鲜血喷溅而出，染红了身前的衣襟。元婴晋升，功亏一篑。我眼底寒意骤起，擦干嘴角的血渍。温如言的报复终究还是来了。宗门大殿内，气氛压抑得几乎喘不过气。师尊端坐主位，脸色铁青，几位长老也个个面色沉凝，周身气压低得吓人。混账！徐家欺人太甚！上好的紫檀木桌面瞬间裂开数道狰狞细纹，大师兄地上的急报文书正摊在桌上，字字刺眼。我立在下树，垂目不语，方才匆匆一瞥，已然将内容了然于胸。那是京城来的急报，宰相亲笔拟的问责文书，措辞看似客气，实则暗藏锋芒，意思很明确：云天宗圣女当众羞辱朝廷命官，轻慢状元，藐视朝廷。若不给个说法，明年的灵矿配额将被重新评估。灵矿配额，这是卡脖子，掐住了云天宗的命脉。宗门40%修炼资源皆来自朝廷划拨的灵矿开采权，一旦配额被削减，数千弟子的修炼进度将停滞不前，宗门根基都会动摇。岂有此理！温如言那白眼狼悔婚在先，转头倒打一耙，反倒怪到我们头上，这是明摆着仗势欺人。话虽如此，可宰相权倾朝野，真要卡我们的配额，我们还真没辙。眼下宗门正值多事之秋，不宜与朝廷硬碰硬。那依你之见，是要让苏妹去京城赔礼道歉？为了宗门存续，也不是不行。3长老的话刚出口，便被2长老厉声打断。大殿内顿时陷入一片争执。我始终沉默着，目光落在窗外的苍松翠布上，指尖却悄悄攥紧。赔礼道歉，前世我低了一辈子的头，道了无数次的歉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是宗门被步步蚕食，是自己身动道消，是仇人得意洋洋地踩着我们的尸骨上位。师尊沉喝一声，大殿内的争执瞬间戛然而止。够了！妹儿，此事你心中可有主意？我收回目光，上前一步，躬身行礼，恭敬开口：“师尊，上辈子。”话到嘴边，我迅速改口：“上次许家用同样的手段威胁过灵川派，您还记得结果吗？”众人皆是一愣，显然没料到我会突然提及此事。灵川派当年选择低头赔罪，可许家却得寸进尺，变本加厉的打压。师尊率先反应过来，脸色愈发苍白。不过3年，便把灵川派从中州4大宗门挤成了2流门派。
如今早已一蹶不振。我抬眸，目光扫过在场诸位长老，字字铿锵。正是，退一步，从来不是海阔天空，而是万丈深渊。许家要的从来不是一句道歉，是让云天宗从此矮他们一头，成为他们可以随意拿捏的附庸。我若去了京城，不是平息风波，而是把宗门的脊梁骨亲手打断。师尊面色凝重，沉吟片刻，追问道：媚儿，你既这么说，想必心中已有应对之策。我缓缓开口，声音清晰平稳。许家能捏住灵矿配额，仗的是宰相把持朝政的权势，但灵矿开采权的契约上，白纸黑字写的是皇帝御批，并非许文私相授肉。只要把这份契约摆上台面，许家便无权绕过天子擅自做主。众长老面面相觑，眼中皆有恍然之色。你的意思是？师尊若有所思地看着我。当朝那位和许家的关系，可远没有表面上那么融洽。许家想动灵矿，上面那位未必答应。前世我被困相府那些年，听过太多朝堂秘闻。当今天子并非庸弱之主，对许家一家独大的局面早有不满，只是许家势大，暂时动不得。若能让天子知道许家把手伸向灵矿，话未说完，师尊眼中已闪过明悟的光芒，脸上的凝重渐渐散去，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欣慰与赞许。好，媚儿，就按你说的做，你即刻去准备契约与陈情文书，我们立刻派人连夜送往京城，呈给陛下。我躬身行礼，应了一声是，垂下的眼帘掩去眼底一闪而过的冷厉。温如言，许宰相，你们以为凭一份问责文书就能拿捏我，毁掉云天宗？等着吧，这只是开始，我会一点一点剥掉你们的伪装，让你们自食恶果。几日后，送往京城的文书和契约有了回音。皇帝看完文书后震怒不已，质责许宰相僭越皇权，干涉宗门事务，下令治责许家，并明确表示灵矿配额依旧归云天宗所有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。得知消息的宰相和温如言气得暴跳如雷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你竟敢摆我一道，敢借皇权压我，等着，这笔账我迟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，绝不会放过你。云天宗立派谦以为你他们在朝堂上没有半点根基，这一次是我们轻敌了。宰相虽怒不可遏，却忌惮天子敲打之意，只能硬生生咽下这口气，等合适时机再对付云天宗。而云天宗内却是一片欢腾，弟子们都对我敬佩不已，长老们也彻底放下心来，纷纷称赞我有勇有谋，不愧是宗门未来的支柱。师尊坐在主位上，看着我，语气满是欣慰与赞许。媚儿，你此番做得极好，既挫败了许家的阴谋，又保住了宗门命脉。如今大局已定，你与江淮的婚期也该提上日程了。全听师尊安排。我躬身应道，心中却对那位神秘禀夫婿多了几分探究。师尊沉吟片刻，敲定了婚期，便定在1个月后良辰吉日，正好合宜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不过3日后，京城便传出消息，温如言与许嫣的婚期竟也定在了同一天。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不是巧合，而是温如言的挑衅，或是他还有什么别的谋划。婚期渐近，只剩7日。是时候去见见我那位废物夫婿，探探他的虚实了。杂役房在宗门最北角，靠着柴房和牲口棚，一排矮屋、黄泥墙、
茅草顶，与宗门别处的清雅格格不入。我去的时候，江淮正在劈柴，清晨的光线斜斜照进院子，他只穿了件单衣，袖子撸到胳膊上，一斧子下去，原木整齐地裂成2半。他的动作不算快，却每一下都十分精准，没有丝毫多余的动作。我站在篱笆外，静静看了半晌，眼底渐渐泛起诧异，这根本不是杂役劈柴的操笨手法，手腕翻转的角度，发力的时机，分明是沉浸剑法多年的底子，每一个动作都暗藏剑意，举重若轻，绝非表面看起来那般简单。清冷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圣女，看够了？我挑了挑眉，心中越发好奇。他背对着我，隔着一道篱笆，半个院子的距离，竟能精准察觉我的存在。这个人当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你耳朵倒是灵敏。我推开吱呀作响的篱笆门，缓步走了进去。江淮将斧头稳稳插在木桩上，转过身来，晨光落在他脸上，衬得那双眼睛越发深邃，像是藏着无尽的秘密。对了，别叫我圣女。那叫什么？苏妹，直呼我的名字。恐怕有点不合规矩。我说和就和。一阵沉默过后，我终于问出了憋在心底许久的问题，语气带着试探。江淮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帮我？他闻言沉默了很久，他才缓缓开口，听低沉而清晰。你是我妻。又是这个答案，我有些无奈，甚至觉得荒谬。可我们才认识不过月余，连话都没说几句，江淮看着我，目光忽然变得极深极沉，直直望进我的眼底，一字一句缓缓道：于你而言是月余，于我而言却是等了很久。我先去收拾了。转身便走进了低矮的黄提屋，留下一道略显孤独的背影。我站在原地，怔怔地看着他消失的方向，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很久，是多久？这个男人身上的谜团似乎越来越深了。婚礼当日，京城那边据说天不亮就开始热闹，10里红妆，锣鼓喧天，温如言骑着高头大马，一身大红喜服，从状元府一路迎到宰相府，引得全城百姓争相观看。那排场，那阵势，活像要把全天下的风光都占尽，似乎要让所有人都看到，即便没了云天宗，他依旧能攀附宰相，风光无限。而云天宗内，我的婚礼虽不似许家那般铺张，却自有宗门的庄重恢宏。红绸缠绕着千年古柏，灵灯高悬，映亮青石路，处处透着清雅的灵气，绝无半分委屈了我圣女的身份。我一身大红嫁衣，金线绣着云纹，袖口是并蒂莲，凤冠上的珠帘垂下来，遮住了眉眼，却遮不住那一身风华。江淮一袭大红喜服加身，身姿愈发挺拔如松，看向我的目光盛满了化不开的温柔，仿佛藏着漫天星辰。拜堂礼成，令乐声中，我与江淮被送入新房。屋内布置的雅致庄重，龙凤喜烛燃得正旺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灵香，静谧而温馨。可这份宁静终究没能维持多久。另一边，温如言刚完成与许嫣的拜堂，便迫不及待脱下喜服，换上一身长服，带着一顶寒酸的小轿，悄悄绕到了云天宗外。新科状元温如言到，特来迎娶云天宗圣女苏妹。守门弟子面面相觑，满脸错愕。圣云方才已与江淮师兄拜堂成亲，此刻正行合金礼呢。什么？她怎么真的敢嫁给一个废物？他原计划是先风风光光娶许嫣，再悄悄接我，让我明白自己的地位，就算嫁给他，也只能永远低许嫣一头。可他没想到，
我竟然真的嫁给了江淮，而且还是昭旭。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我要见苏妹！温如言怒不可遏，不顾守门弟子的阻拦，硬生生冲破守卫，带着人直奔新房。新房内，我与江淮正手持合卺酒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，伴随着温如言愤怒的呵斥：“苏妹，你不能嫁给那个废物杂役！”闻言，我和江淮对视一眼，眼底同时闪过一丝冷意。温如言还是来了。房门砰的一声被踹开，带着一身戾气闯了进来。见他这副要吃人的模样，我厉声呵斥：“温如言，你疯了！我已与江淮成亲，你胆敢私自擅闯婚房！”他目光死死锁定着我，像是要将我生吞活剥，脸上没有半分与许嫣宁婚的喜悦，只有满满的疯狂与不甘。我才不管那些！你与我的婚约众人皆知，你本就是我的人，只能是我的。你怎么敢嫁给这个废物杂役？我侧身避开他的手，冷笑一声开口：“温如言，你莫不是忘了你我婚约早已作废？倒是你，此刻不该在许嫣的温柔乡里吗？跑到我新房来撒野，算什么本事？”江淮上前一步，稳稳挡在我身前，如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岳，眼神冰冷，语气凌冽：“苏妹已是无期，温大人，请你自重，立刻离开。”温如言嗤笑一声，眼中满是不屑：“自重？一个宗门最底层的废物杂役，也配让我自重？今天我必须带苏妹走，谁也拦不住！我只说一遍，滚！”江淮一把攥住温如言的手腕，死死箍住他，任他如何挣扎，都纹丝不动。疼！温如言只觉手腕剧痛难忍，额上瞬间渗出冷汗，却仍强撑着嘶吼：“你这个废物，放开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何老是许家暗中派给温如言的护卫，修为深厚。温如言本以为他出手，奔驱愿在，定能轻松拿下江淮。何老眼中闪过一丝轻蔑，抬手便朝着江淮胸口拍去，掌风凌厉，带着元婴期的威压。可下一秒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江淮只是轻轻一侧身，便从容避开了这致命一击，动作快得几乎留下残影。随即他反手一掌，看似平淡无奇，却蕴含着恐怖的力量，精准拍在何老胸口。何老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，身体如断线的风蝇般倒飞出去，重重撞在墙上，墙体裂开数道细纹，瘫在地上，气息奄奄，显然受了重创。我瞳孔骤缩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，这修为远超元婴，至少是化神期以上。这个江淮到底藏得有多深？温如言更是满脸震惊，看向江淮的眼神满是难以置信。他怎么也想通，这个平日里任人欺凌的杂役弟子，竟然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。到底是什么人？他声音颤抖，再也没了之前的嚣张。江淮没有回答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眼神里的不屑几乎要溢出来。再敢放肆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伴随着女子的哭喊声。许嫣满脸泪痕地跑了进来。他一眼便看到了温如言，又看到了并肩而立的我与江淮，眼底瞬间燃起嫉妒与愤怒的火焰。温如言，你竟然在这里！他哭哭啼啼地扑到温如言面前，捶打着她的胸口。你把我送入洞房，自己却跑来抢别的女人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冷笑一声，缓缓开口：“许小姐，来得正好，管好你的男人，别让他到处发疯，扰了我与江淮的新婚之喜。”许嫣转头看向温如言，眼神复杂而痛苦，厉声质问：“你是不是还爱着苏妹？你是不是后悔娶我了，所以才在新婚之日跑来这里找她？”燕儿，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来带她走，她本就该是我的人，我对你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。我不信，你要是真的爱我，就不会在新婚之日丢下我，不会对苏妹念念不忘。温如言，你骗我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我看着眼前这场闹剧，只觉得可笑之极。我缓步上前，目光冰冷地扫过两人，声音清晰而锐利，字字戳中要害。温如言、许嫣，你们别在这里自欺欺人了。温如言，你根本不爱我，你只是不甘心我主动放弃你，不甘心我嫁给别人，不甘心失去我这颗曾经可以助你平步青天的棋子。
我顿了顿，看向脸色煞白的许嫣，继续道：“而你，许嫣，你也别再自欺欺人。温如言从来都没有爱过你，他娶你不过是为了攀附宰相，为了他的仕途铺路。你和腹中的孩子，于他而言，不过是用来稳住许家、巩固地位的工具罢了。”不，你骗人！温如言，你告诉他在撒谎，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温如言脸色铁青，厉声呵斥：“苏妹，别在这里挑拨离间，我和嫣儿是真心相爱的。”我嗤笑一声，步步紧逼。真心相爱？温如言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你对许嫣有半分真心吗？你娶她，难道不是看中了许家的权势？若她不是宰相之女，你会多看她一眼吗？温如言的脸色瞬间先变得惨白如纸，眼神慌乱，张了张嘴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的沉默便是最残忍的答案。许嫣看着他的反应，心中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，踉跄着后退2步，泪水汹涌而出，最终彻底崩溃，哭喊着扑向温如言，疯狂捶打着他。温如言，你这个骗子，我恨你，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温如言被他捶打得心烦意乱，又看着眼前神色冰冷、胜券在线的我与江淮，心中的恨意与不甘瞬间达到了顶点。他猛地推开许嫣，恶狠狠地盯着我们，咬牙切齿地放话：“苏妹、江淮，你们给我等着！今日之辱，我定100倍奉还！”许嫣看着他绝情的背影，哭得撕心裂肺，最终被匆匆赶来的许家下人扶了出去。喧闹散去，龙凤喜烛依旧燃着，映得屋内一片暖意，心房终于重归宁静。我站在窗前，望着夜空中那轮圆月，眼底的冷意渐渐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疲惫。两世的恨与怨像一座山，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今日这一场闹剧，仿佛把前世今生所有的情绪都翻出来，重新咀嚼了一遍。一件披风轻轻搭在我肩上，随后一只温热的手附上我的手背，带着垒气难冰与离隙，带着令人安心的力量。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在，不会再有人能伤害你分毫。我转过身，看着他，眼底带着一丝探究，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。江淮，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是谁了吗？他松开我的手，指尖在腰间摸索片刻，取出一枚古朴的黑色令牌，令牌边缘刻着繁复的云纹，中央一个苍劲的江字，隐隐散发着令人敬畏的威压，那是顶级宗门才有的底蕴，是隐世剑修宗门凌霄阁的少主江淮。如一道惊雷，在我原本死寂的世界里炸开了一道口子。凌霄阁，我瞳孔骤缩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，那可是凌驾于所有宗门之上的顶级存在，传说中剑修的圣地，隐世千年，从不与外界往来，没想到他竟会是凌霄阁的少主。那你为何会来到云天宗，甘愿做一个受尽白眼的杂役？我声音微颤，满心都是不解。苏妹，若我说我们有2世缘分，我等了你整整2辈子，你会信吗？我正在原地，2世缘分，等了2辈子，他也重生了。这个认知让我脑中一片空白，无数疑问涌上心头。他前世也认识我，那为何我毫无印象？江淮看着我震惊的模样，眼底的忐忑更浓了，像是怕我生气，怕我责怪，怕我推开他。前世你下山历练那年，我也在。我的呼吸停了一瞬，他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回忆什么珍贵的东西。你仗剑江湖的时候，我远远看过你，不是1次，是很多次。你是云天宗最耀眼的圣女，
救死扶伤时英姿飒爽、温柔善良，那样鲜活的你刻进了我心里。可我胆怯，不敢靠近，只能远远看着你。他的声音开始发颤。后来，我得知你救下一个落魄书生，为他偷符，修为尽失，云天宗上下都替你惋惜，只有我恨自己为什么那么懦弱。你嫁入相府那年，我心灰意冷，以为这就是你的选择，是你心甘情愿的，我也没有资格打扰你，更怕我的出现让你承受流言蜚语。于是我回了凌霄阁，闭了死关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等我破关而出，听到的却是你被温如言百般侧目，云天宗覆灭的噩耗。说到这里，他眼中温柔尽逝，只剩下蚀骨的恨意与疯狂，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模样。我恨自己的胆怯，恨自己的犹豫不决，更恨自己没能护好你。那一次，我疯了般单枪匹马闯入相府，血洗了所有迫害你的人，屠尽了温家满门，为你，为云天宗数千弟子报了血海深仇。可杀了他们又怎样？你已经不在了。他抬起头，那双眼里有泪光在闪烁。我心疼地望向他。所以前世我临死前，那个闯入相府的白衣人是你。我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，眼眶也瞬间红了。是我。他伸手轻轻拭去我眼角的泪水，动作轻柔的像怕弄疼我。可我还是来晚了，没能救下你。不，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了，我很感激你为我报了仇。可我不甘心。他的声音软下来，满是无尽的怅然。不甘心你就这么死去，不甘心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过，你就这样消失。江淮的声音渐渐平静下来。我寻遍天下，耗费凌霄阁半数紫苑，找到了一种上古秘法，以自身一半修为为引，以宗门至宝轮回盘为媒介，逆转时空，只为让你重生。秘法成功了，你重生了。他笑了，笑得云淡风轻，仿佛说的不是自己付出的一半修为，而是什么不值一提的小事。师尊，苏妹愿成人之美，自愿退婚。我听见自己声音微颤，代价是一半修为，那你如今修为跌落到什么境界了？他沉默了片刻，终是坦诚相告，修为大跌，从大成跌入元婴，在宗门几乎成了废人，凌霄阁不能回，我也没有脸再回去。于是我隐姓埋名，来到云天宗，做了杂役弟子。我猛地抬头，脑中犹如惊雷炸响，身躯颤抖。他竟为我付出至此。我看着面前的男人，看着他眼底翻涌的深情和心疼，听着他诉说着那些我从未知晓的过往，感受着他为我付出的一切，心中那道冰封了两世的壁垒，终是在这一刻彻底崩塌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孤军奋战，却不知有人为我逆天改命，付出如此代价。别哭，只要能离你近一点，能远远看着你就够了。我想等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再出现，如果你一直不需要，那我就一直看着你，看一辈子。他轻柔地拭去我的泪，满眼心疼，目光温柔得像3月的春风。我扑进他怀里，紧紧抱住他。他的身体僵了一瞬，然后伸出手慢慢环住我，他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像哄孩子一样。江淮，对不起，前世我从未注意过你，对不起，让你等了这么久，让你付出了这么多。傻瓜，不用道歉，只要你能好好的，只要你能重生，只要我能陪在你身边，无论付出多少代价，我都愿意。月光下，他的眉眼温柔得像一汪春水，那张脸仿佛是世间最好看的脸。江淮，你的修为还能恢复吗？能，只是需要时间。轮回盘的秘法伤的是根基，但只要慢慢温养，100年之内可以恢复。100年，我的心又揪了一下。值吗？用一半修为换一个陌生人重生，值吗？很值。况且你不是陌生人，你是我等了2辈子的人。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。这辈子我会陪你做你想做的事，陪你恢复修为，陪你回凌霄阁，陪你一辈子。他笑了，那是他第一次笑得这样灿烂。温柔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像是一个坚定的承诺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，
绝不会再让前世的悲剧再重演。我点点头，把脸埋进他胸口。窗外月光正亮，可我们都知道，这只是开始。温如言和许家不会善罢甘休，危机还在继续。但这一次，我抬起头，看着身旁的男人，相视一笑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斗欣喜。这一次，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，我们有彼此，足够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日靠着定魂玉温养经脉，一点一点修复被阴阳逆转符反噬的根基，今已重回元婴中期，距离巅峰只剩一步之权。除了修炼，我与江淮一起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，梳理云天宗的势力，弥补前世的漏洞。前世那些依附许家，在关键时刻倒戈的中小徐世家，这一世我们得提前防备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密切关注着京城的动向。温如言自从婚礼上狼狈离去后，便一直怀恨在心。没了阴阳逆转符的天命加持，气运用淫，再加上他的才华本来就有限，干什么事都不顺心。据说日日酗酒，摔碎了无数茶盏。可我们都知道，他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他在等一个一击必杀的机会。2个月后，机会来了。温如言在宰相的授引下，向皇帝进谗言，诬陷云天宗私藏龙脉。龙脉乃一国气运根本，传说得龙脉者得天下。皇帝本就对宗门势力心存忌惮，如今更是震怒不已，立刻派钦差前往云天宗彻查此事。消息传回云天宗，众人皆人心惶惶。二长老气得吹胡子瞪眼，这温如言简直是血口喷人，龙脉之说本就是无稽之谈，他竟拿这个挑拨陛下与宗门的关系。可陛下已然生疑，3日后钦差便到，一旦被安上私藏龙脉的罪名，云天宗便是有百口也难辩，这可是灭门之罪啊！大殿内瞬间炸开了锅，个个六神无主，吵得沸反盈天。我端坐在主位，指尖摩挲着茶杯，眼底却无半分慌乱。江淮坐在我身侧，神色平静得像一潭深水，甚至端起茶杯，慢悠悠地抿了一口，仿佛早已胸有成竹。慌什么？温如言想借龙脉构陷我们，那我们便给他一个惊喜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何意。你有对策？自然，他要龙脉，我们便给他龙脉。只不过这龙脉的位置，得由我们说了算。好，那我们就送他一份大礼。我与江淮相视一笑，心中皆有了乘错。接下来的2日，我与江淮闭门不出，对外宣称是在闭关修炼，实际上是躲在房里画地图。江淮以凌霄阁秘术绘制了一张足以以假乱真的龙脉地图，地图之上山川航流穴位走向标注得一清二楚，中央赫然指向温家祖坟的位置。我在一旁研墨，看着他认真作图的侧脸，忍不住夸道：“你画图的功夫倒是不错。”凌霄阁弟子入门第1年就要学看鱼，不会看地势就不配练剑。我愣了一下，剑和地势有什么关系？他抬起头看向我，眼里有浅浅的笑意。剑出何处，力从地起，不懂地势，剑就是死的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这个男人身上还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东西。2个时辰后，地图终于完成。我低头看去，地图正中央，温家祖坟处有一行借注：龙脉龙眼，聚气纳福，可兴一族，亦可复一国。我看着这行字，忍不住笑了。你可真损。江淮把笔搁下，手指刮了刮我的鼻尖，唇角微微上扬。都是跟你学的。第3日，钦差到了。辰时刚过，山门外便传来阵阵马蹄声。一队御林军鱼贯而入，铠甲铮亮，旌旗招展。为首的是一品钦差大臣，身着绯红官袍，面色威严。温如言跟在他身侧，脸上带着志在必得的笑，那笑容里
有得意，有狠辣，还有一丝隐隐的兴奋，仿佛已经看到了云天宗覆灭的下场。宗门大殿内，气氛压抑的几乎令人窒息。钦差端坐主位，目光扫过在场众人，最后落在我身上。苏圣女，陛下听闻云天宗私藏龙脉，特命本钦差前来查验。尔等若识物，便速速交出龙脉所在，或许陛下才能从轻发落，否则休怪本钦差不客气。苏妹，江淮事到如今，快交出龙脉地图。若再执迷不悟，今日便是云天宗的末日。他刻意把末日两个表得很重，像是在咀嚼什么美味。殿内众弟子脸色铁青，几位长老攥紧拳头，却不敢发作。执迷不悟，我缓步上前，手中托着一个古朴的木盒，脚步不疾不徐。我们从未否认龙脉的存在，只是没想到温状元竟对我云天宗的秘行如此了解。温如言的眉头跳了一下，我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，继续道：钦差大人，我云天宗世代清修，守护正道，忠心于陛下，绝无谋逆之心，更没有私藏龙脉。我上前一步，双手托起木盒，恭恭敬敬地上。温如言诬陷我云天宗，实则是他自己私挖龙脉，意图谋逆，还请大人明察。温如言的脸色瞬间变了。你胡说八道！苏妹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！明明是你们云天宗私藏龙脉，还想嫁祸给我！是不是嫁祸？大人一看便知。江淮走上前，从我手中接过木盒，打开，取出里面的地图，双手呈给钦差。大人，这张地图标记着真正的龙脉所在地。钦差接过地图，展开，低头看去，就在青州温家祖坟。温如言的身体猛地一震。江淮目光凌厉，开口道：温家祖坟恰好位于龙脉有眼之上，难怪温状元能年纪轻轻高中状元，许家能权倾朝野，皆因沾了龙脉之气。你信口雌黄！我温家祖坟世代都在那里，怎么？温如言的脸涨得怎红，声音都破了音，只一个劲反驳是对方血口喷人。世代都在，就不能有龙脉？师尊容稳。我接过话头，语气铿锵。温如言被我噎得说不出话，他上前一步，逼近温如言。不仅如此，温状元近日频繁向陛下进谗言，污蔑云天宗私藏龙脉，实则是想混淆视听，掩盖温家祖坟占尽龙脉气运的真相。他怕陛下知晓后收回温家的气运，断了他的仕途。你……温如言的脸色变得极差，嘴唇剧烈颤抖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殿内一片死寂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。钦差抬起头，目光复杂地看着温如言，有审视，有怀疑，还有一丝隐隐的忌惮。温如言终于反应过来，扑通一声跪下：大人，冤枉！这地图是假的，是苏妹和江淮伪造的，他们想嫁祸给我，您千万不要相信他们。我转向钦差，拱手行礼：是不是伪造的？大人派人去你老家一查便知。大人，民女愿以性命担保，温家祖坟之下必有龙脉痕迹。若是没有，民女甘愿领死；若是真有，还请大人严惩温如言，还我云天宗一个清白。钦差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点了点头。即刻前往青州彻查温家祖坟。御林军领命而去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温如言被软禁在驿馆，不得外出，日日坐立不安，夜夜辗转难眠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精心设计的构陷，竟被我与江淮反将一军，将祸水引到了自己身上。短短3日，便憔悴得像老了10岁。第3日黄昏，消息传回，御林军在温家祖坟处发现有被挖掘的痕迹，挖掘之处地气阴庸，隐有龙气升腾。经堪舆师查验，确为龙脉眼岩所在，并且还在温如言家中找到了私挖龙脉的工具和证据。温如言猛地站起来，声音沙哑：这不可能，我从来没挖过什么龙脉，这些东西是假的，是栽赃。栽赃？温大人，你倒是说说，谁能跑到你老家祖坟挖这么大一个坑，放这些工具进去，再全身而退？温如言张了张嘴，
说不出话来。钦差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温如言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私挖龙脉，意图谋逆，证据确凿。来人，将温如言拿下，押回京城，听候陛下发落。御林军一拥而上，将温如言按倒在地。他拼命挣扎，抬起头，死死盯着我，眼里满是愤恨和不甘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绝望。苏妹，你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温如言，这句话你已经说了很多次了。他被拖出大殿，声音越来越远，终于消失在殿内里。7日后，京城传来消息，昔日风光无限的温如言被削去状元之位，贬为庶民，永不录用。本来私挖龙脉是死罪，但宰相拼尽全力周旋，又搭上了无数人情，才勉强保住他一条命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他不再是状元，只是一个被赶出京城的庶民。京城一处偏僻的宅院内，温如言和宰相在一处密室里相对而坐。这些时日，因温如言私挖龙脉之事，宰相许正山被皇帝越发猜忌。从前门庭若市的宰相府，如今门可罗雀。那些曾经依附的朝臣，一个个避之不及，生怕沾上许家的晦气。温如言坐在下手，脸上的焦躁压都压不住，端起茶杯一口灌下去，又重重放下。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却透着压不住的焦急。岳父，不能再等了。云天宗那边，苏妹和江淮一直在调查许家，迟早会查出我们与魔宗的事。宰相指尖敲击着案几，目光幽深地看着温如言，沉默了片刻，缓缓开口：云天宗底蕴深厚，弟子众多，又掌修仙之力，若不趁早除之，必成我许家夺权的最大障碍。随即他话锋一转，语气里带着几分试探与警告：你与苏妹有过一段旧情，当初我看中你，力荐你入仕，甚至将嫣儿许配给你，也是看中了你与苏妹的这层关系，可利用她打探云天宗的虚实。事到如今，你当真不会心软，不会念及往日情分，坏了我们的大事。温如言眼底闪过一丝狠戾，字字透着绝情。岳父放心，我何曾对苏妹有过情意？从头到尾，她只是我们许家夺权的棋子。宰相看着他，目光里闪过一丝满意。你想怎么做？诬陷云天宗勾结魔教，意图谋反。只要陛下相信了，围剿云天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他顿了顿，嘴角勾起一丝冷笑。魔宗那边我已经谈好了，他们会派人在关键时刻出现，坐实云天宗的罪名。等云天宗被灭，大家各取所需。宰相冷笑一声，语气很绝。你明白就好。待除掉云天宗，掌控朝堂，我便封你为相位，与我许家共掌天下。记住，万不可露出马脚。他性子藏不住事，若是知晓真相，必会坏了大事。若真到那一步，牺牲他便可故技重施，到时候对外就说他病逝，苏妹那个蠢女人定会自责，云天宗必亡无疑。做得好，嫣儿本就是为许家而生，为我们的大业而死，她的牺牲值得。你只需好好哄着她，待大局已定，必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岳父放心，这一次我必让苏妹和江淮再无翻身可能，死无全尸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密室之外，廊下的阴影里，许嫣浑身僵硬地站着，浑身冰冷。她只是半夜醒来，发现温如言不在身边。这些时日，温如言对她日渐冷淡，日日独守空房。他以为他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今夜实在忍不住，偷偷跟了过来，却没想到会听到这些。他以为的真心相爱、父慈女孝，竟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自己不过是父亲夺权路上的一枚棋子，是温如言攀附权爵的工具。1个月前，他已记起了前世，一直以为自己是病死的，是自己福薄，没能陪温如言走到最后。此刻他才清醒，前世自己的死从来都不是意外，而是父亲和温如言一手策划，只为找一个借口对付云天宗，多可笑啊！他死死捂住自己的嘴，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，也不敢冲进去质问。此刻的他手无缚鸡之力，贸然出头，只会落得和前世一样的下场，只是任由泪水滑落。与此同时，云天宗内烛火通明，
我与江淮正彻夜议事，案上摊着几封密信，还有一张刚刚画好的阵法图。许家忌惮云天的实力已久，前世他们诬陷我们勾结魔教，这一世必然会故技重施，甚至会做得更绝。我已传信给凌霄阁，阁中弟子不日便到。同时，我也在暗中调查许家与温如言的把柄。前世他们能调动魔宗势力，这一世必定早已与魔宗勾结，只要找到证据，便能揭穿他们的阴谋。我点了点头，从袖中取出一张图纸，铺在案上。图纸上线条繁复，灵光隐隐，正是云天护宗阵的阵图。这是我凭前世记忆画下的。此阵可抵御万千大军，能坚守山门数日。我已让人连夜布阵，3日内便可完成。这还不够，为保万无一失，我还做了另外的准备。我从案下取出几封书信，推到他面前。青云宗、丹霞宗都已回信，愿与我们并肩作战。还有飞星谷、天剑门也都答应了。江淮接过信，一一看过，唇角微微上扬。唇亡齿寒，他们都知道，朝廷若灭了云天宗，下一个就是他们。我点了点头，望向窗外漆黑的夜色，眼底闪过一丝笃定。这一次，我们不会再让前世的悲剧重演。3日后，朝堂之上果然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宰相联合朝中一众官员，联名向皇帝进谗言，污蔑云天宗私藏魔宗余孽，暗中勾结魔宗，意图谋反，还伪造了铁证，将魔宗余孽和密献呈给皇帝。皇帝震怒，当即下令派遣护国大将军率领各修仙门派与10万大军围剿云天宗，格杀勿论。我缓缓直起身，望向宗门外，远处天边隐隐有烟尘扬起，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黑压压的大军绵延数里，一眼望不到尽头，旌旗猎猎，商光剑影，连空气都带着刺骨的寒意。护国大将军骑在战马上，身披玄铁重甲，面色冷峻。他身旁跟着一人，蟒袍玉带，正是宰相许正山。而温如言偷偷混在军队中，眼底满是疯狂与恨意，恨不得将我2人挫骨扬灰。我站在山巅，手持圣女权杖，身后是严阵以待的云天宗弟子。江淮立于我身侧，素白剑袍在山风中猎猎作响。凌霄剑已出鞘，剑身流转着淡淡灵光。山门之上，灵光隐隐流转。云天护宗阵已成，宗门弟子皆决心誓死守卫宗门。云天宗，尔等勾结魔宗，意图谋反，证据确凿。陛下有令，着尔等即刻投降，交出谋逆之徒，可免遭屠戮。若执迷不悟，莫怪刀枪无眼。他抬起手，身后大军齐刷刷举起刀枪，气势如虹。我立于山门前，不卑不亢，向他行了一礼。大将军，我的声音高昂，清清楚楚传入每个人耳中。我云天宗世代清修，守护正道，从未勾结魔宗。真正勾结魔宗的是他，宰相许正山。众人闻言，皆面面相觑。污蔑！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在此。江淮上前一步，从怀中取出一沓信函，扬手一挥，那些信函便飘飘扬扬落入阵前。这是许正山与魔宗往来的密信，上面盖着他的私印，字字句句都是谋逆之语。围剿大军的将领捡起信函，一看之下，脸色瞬间大变。这是……温如言的脸色也变了，没想到江淮竟然真的查到了这些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素衣身影忽然从人群中冲了出来，他跌跌撞撞跑到阵前，大声喊道：“我能证明！”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集中到他身上，是许嫣。她一身素衣，发丝散乱，脸上还带着泪痕，可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。温如言的脸色彻底变了。嫣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去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小心受伤。他的语气里有慌乱，有不耐烦，却没有半分真心的关切。许嫣没有看他，只是站在那里，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，眼底满是悲愤与决绝。一开口，声音清亮，字字气血。大家别再被他们欺骗了，我父亲和温如言才是真正勾结魔宗、意图谋反的人。徐宰相脸色铁青，厉声打断他，眼神凶狠的恨不得将他当场灭口。孽障！你竟敢在此胡言乱语，败坏我许家名声！我没有胡说，我亲眼听到他们密谋，他们与魔宗勾结，要推翻皇朝，共掌天下，为此不惜残害无数无辜之人。温如言，我倾心待你，为你怀儿育女，
以为你是真心爱我，可你呢？只是把我当成棋子，当成你夺权的工具。前世你们给我下毒，亲手害死我。这一世你们还想故技重施？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奉命围剿的云天宗竟然是被诬陷的，而自己效忠的宰相与那个曾经的状元郎才是真正的反贼。不少士兵已经悄悄放下了兵器，眼神犹豫，不愿再继续厮杀，不愿为奸贼效力。徐宰相的脸色青白交加，嘴唇哆嗦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温如言的脸惨白如纸，他没想到许嫣竟然会偷听他们的密谋，更没想到许嫣竟然会当众揭穿他们。他知道自己的阴谋已经败露，他要完了，一旦落入皇帝手中，必定是凌迟处死的下场。不甘心，他太不甘心了，自己毕生的野心付诸东流，从风光无限的状元郎沦为人人唾弃的庶民，更不甘心输给苏媚与江淮，输给这该死的命运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放手一搏。宰相权势滔天，树大根深，若是落在皇帝手里，必定会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他这个棋子身上，让他替许家背下所有黑锅。不如趁此机会杀了宰相，独吞所有筹码，再借助魔宗的力量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，逆转局势。他的眼底闪过一丝疯狂，看向身旁的宰相，宰相还在那里，还在骂着孽障，还在试图挽回局面。温如言的手悄悄摸向腰间的剑柄，剑光一闪，猛地刺向宰相。岳父，对不住了。宰相瞪大了眼睛，低头看着胸口痛出的剑尖，满脸难以置信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却只能喷出一口鲜血。你温如言拔出长剑，任由他倒下。宰相的身体砸在地上，扬起一片尘土，那双眼睛至死都瞪得大大的。温如言擦去剑上的血迹，面目狰狞，语气疯狂而傲慢。温如言，你竟敢杀我父亲！杀他又如何？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与他共掌大统。魔宗首领早就与我达成协议，他们宁愿扶持我这个毫无根基的书生，也不愿扶持一个权势滔天、难以掌控的宰相。许家不过是我登顶之路的垫脚石。他的目光扫过许嫣，眼底满是不屑。你也是。说罢，他猛地捏碎一枚黑色符战。符战碎裂的瞬间，一股滔天魔气冲天而起，山林深处传来阵阵诡异的嘶吼声，无数身着黑衣、面目狰狞、浑身散发着魔气的魔宗弟子如潮水般涌出，瞬间将整个战场围得水泄不通。魔宗护法出现在温如言身后，动手！给我杀了他们所有人，助我登基称帝。日后我必让魔宗称霸中原，让你们人人都能修成魔功，横行天下，无人敢挡。魔宗弟子们嘶吼着，裹挟着滔天魔气朝着云天宗扑来。魔气所过之处，草木枯萎，生灵涂炭，连空气都变得浑浊有毒，势不可挡。而朝堂的10万大军本就不愿再为奸贼效力，得知真相后，更是群情激愤。护国大将军当即下令调转矛头，与云天宗弟子、各宗门弟子一起围剿魔宗。一时间，战场之上厮杀声震天动地，刀光剑影交织，鲜血染红了山门之外的土地，空气中的血腥味越来越浓。魔宗弟子发起猛烈进攻，剑雨如潮，刀光剑影，手段狠辣。随着我一声令下，山门之上灵光大盛，云天护宗阵起！一道璀璨的光照从天而降，将整个云天宗笼罩其中。魔宗弟子扑上来，撞在光照上，瞬间被弹飞出去，惨叫着化为飞灰。可他们太多了，一波接一波，潮水般涌来，无穷无尽。光照开始晃动。师姐，阵法快撑不住了！我咬紧牙关，将全身灵力注入阵眼，撑住，再撑一会儿。江淮立于我身侧，凌霄剑挥舞间，剑气纵横，每一剑落下，便有数名魔宗头子倒下。可他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。青云宗的弟子到了，苏师姐，我们来也！紧接着，丹霞宗、飞星谷、天剑门，一道道身影破空而来，落在山门之前。唇亡齿寒！今日他们敢灭云天宗，明日敢灭我们！
无数道身影冲入战场，与魔宗弟子厮杀在一起，刀光剑影，血流成河。可魔宗弟子太多了，他们悍不畏死，一波接一波的冲上来。正道弟子们虽然勇猛，却渐渐力不从心。砰！一声巨响，云天护宗阵破了，光照碎裂，化作点点灵光消散。魔族弟子如潮水般涌入，我正要冲上去，一只手却握住了我的手腕，是江淮。等我。他松开手，转身，一人一剑挡在山门前。我想冲上去，却被凌霄阁一名弟子拦住。圣女，少主有令，命我护好你，切不可上前啊！我眼睁睁看着他冲入魔宗大军，剑气纵合过之处，魔宗弟子纷纷倒下。他一个人一柄剑，生生挡住了最汹涌的那一波攻势。可他的白衣渐渐被鲜血染红。就在这时，天边再次亮起剑光，这一次是数百道。还有人吗？凌霄阁的弟子到了，他们落在江淮阁身侧，齐刷刷跪地。少主，属下来迟，请少主责罚。江淮没有回头，只是抬起剑指向魔族大军。杀！数百道剑光冲天而起，与魔宗弟子厮杀在一起。随着凌霄阁弟子的加入，战争局势瞬间逆转，我方士气大振，渐渐占据了上风。魔教弟子虽人数众多，却抵挡不住我们的联手进攻，伤亡越来越惨重。魔气也渐渐被灵光压制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。我一边挥舞着圣女权杖，斩杀身边的魔教弟子，一边留意着，清楚的知道，温如言才是这一切的幕后主使，是毁了我一生。除掉他，魔宗便会不攻自破。而温如言这个仇人，我要亲手了结他，让他付出最惨痛的代价，偿还前世所有的血海深仇。他站在魔宗大军后方，身边围着魔宗护法，正指挥着魔宗弟子冲锋。他在笑，笑得疯狂，笑得得意，仿佛胜利已经在握。但我不会让他如愿。江淮，牵制住魔宗大军，我去会会温如言。我朝着江淮大喝一声，身形一闪，周身灵光暴涨，化作一道白色身影冲向温如言。江淮正在与一名魔宗护法缠斗，闻言回头，目光落在我身上。那一瞬间，他眼底闪过无数情绪，担忧、不舍、心疼。可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点了点头。然后他一剑斩杀那名护法，转身挡在我身前，拦住了想要追来的魔宗弟子。任何人都不准伤他分毫。他的声音如剑，响彻战场。我身形一闪，朝着温如言冲去。一路上，魔宗弟子蜂拥而上，可他们拦不住我。圣女权杖所过之处，魔气尽散。一步，两步，温如言身边的护卫一个接一个倒下，他的笑容渐渐僵在脸上。你拦住他，快拦住他！他看着我一步步逼近，眼底终于闪过惊慌。可没有人能拦住我了，我离他只剩3步之遥。温如言，去死吧！就在这一瞬间，温如言突然仰天长啸，周身涌起浓郁的黑气，那黑气如同活物，疯狂地涌入他的身体，头发瞬间变得雪白，双眼布满血丝，面容狰狞扭曲。他化魔了！姊妹，都是你们毁了我的一切！我本该是95之尊，本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，都是你们坏了我的好事！他张开双臂，滔天魔气席卷四方，所过之处，草木枯萎，生灵涂炭。我要杀了你们！我要毁了这一切！我要让所有人都为我陪葬！他化作一道黑影朝我扑来，我正要迎上去，江淮便落在我身侧。他浑身浴血，却站得笔直。轰！巨响震天，气浪席卷四方，周围的魔宗弟子被纷纷震飞，当场殒命。温如言被震得后出黑色血布，嘴角溢出黑色血液。为什么你们总能赢？为什么？我和江淮栖身而上，步步紧逼。他的魔气越来越弱，身上的伤口越来越多。就在这时，许嫣忽然从背后冲上来，他手持一柄短剑，狠狠刺入温如言的后心。噗！温如言喷出一大口黑血。他转过头，看着身后的女人，眼底满是不可置信，一掌拍了出去。你这个贱人，咋敢伤我！许嫣拔出剑，踉跄后退，嘴角溢出鲜血。温如言那一掌已经震伤了他的心脉。温如言，我终于为自己报仇了。
你作恶多端，定会不得好死，下地狱！温如言又是一掌将他拍飞，面目狰狞。贱人，死不足惜！许烟飞出数掌，重重落在地上。他躺在那里，望着天空，嘴角还带着笑。许烟，我看着他，心中涌起说不清的复杂。他转过头看向我，那双眼睛里没有了从前的嫉妒，没有了怨恨，只有一片平静。苏妹，对不起，还有谢谢你。他释然地闭上了眼，再也没有睁开。我们再次与温如言缠斗在一起，手中的圣女权杖招招凌厉，剑光如刃，不给他任何机会。不多时，他已渐渐落入下风，浑身是伤，魔气消散大半，连站立都变得困难。而另一边，魔宗弟子也在众人的围剿下渐渐败下阵来，伤亡殆尽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气势。他浑身是血，气息紊乱，却还死死撑着。苏妹，江淮，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杀我？我举起权杖，对准他的心口。温如言，你已是穷途末路。见自己大势已去，温如言眼中闪过一抹算计，猛地双腿一软，跪倒在地上，痛哭流涕，跪地求饶。我不该忘恩负义，不该被权势蒙蔽双眼，不该算计你，不该残害那么多无辜的人，不该背叛嫣儿。他跪在那里，泪水混着黑血滚落，狼狈不堪。若是有来生，我再也不会贪慕权势，再也不会负你，再也不会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。我看着这个跪在我面前的男人，前世我跪在他脚下，磕破额头，求他放过宗门。我要你们云天宗一门灭绝，给许烟陪葬。今生他跪在我面前，涕泪横流。温如言，你罪孽深重，不可饶恕。前世你杀我，灭我宗门，今生我是要亲自首战你。你也重生了。他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自己的每一步计划都被我精准识破，难怪我总能提前布局，处处压制他。原来我早已重生，知道他所有的阴谋，算准了他的每一步。他输的不仅仅是权势与兵力，更是输在了自己的贪婪与无情上。他的眼底闪过一丝疯狂，既然活不了，那就一起下地狱吧！他猛地朝我扑来，周身魔气暴涨。他竟然要自爆！死亡的危机让我瞳孔骤缩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江淮冲了上来，他一剑挥出，剑气逼退温如言，然后一把拉起我，飞身后退，将我紧紧护在怀里。温如言在空中炸开，魔气四散，血肉横飞。我趴在江淮怀里，听着那声巨响，浑身一怔。媚儿，没事了。魔气渐渐散去，战场之上一片死寂。魔族弟子群龙无首，很快便被剿灭殆尽。阳光从云层后探出来，照在满目疮痍的山门前。我站在废墟中，看着这一切。温如言死了，许宰相死了，许烟也死了，可我心里却没有想象中的痛快，只有一片平静。媚儿，我们赢了。我靠近他怀里，泪水终于忍不住滚落。这一次是解脱。我哽咽着说，云天宗保住了，那些亏欠我们的，那些伤害我们的都还清了。他抱紧我，下巴抵在我发顶。都过去了，从今往后有我陪着你。宗门内弟子们开始欢呼。赢了，我们赢了！云天宗万岁！苏师姐万岁！江师兄万岁！欢呼声此起彼伏，响彻云霄。我睁开眼睛，看着那些欢呼的弟子，看着那些并肩作战的同道，看着这片浴血守护的宗门，然后我抬起头，看着身边的男人，四目相对，我们都笑了。这一世终于圆满了。数年后，云天宗已是天下第一宗门，香火鼎盛，弟子无数，往来求道的弟子络绎不绝，山间灵气缭绕，一派安宁盛景。我和江淮并肩而坐，看着脚下的云海，远处一个粉雕小喵的小团子跑过来。爹爹，娘亲，你们在干什么呀？我笑着伸出手，轻轻将扑过来的小团子抱进怀里，语气温柔。我们在看云海呀，你要不要一起看？小团子窝在我怀里，圆溜溜的大眼睛望着脚下的云海，好奇地眨了眨，随即扬起小脸追问：爹爹，你和娘亲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是不是像话本里说的英雄救美啊？江淮低头看着怀里的小团子，又抬眸看向我，眼底让着化不开的温柔。
哪是什么英雄救美，是你娘亲当年抽签刚好抽到了我。明明是你作弊。小团子被我们的对话勾起了好奇心，小眉头皱了皱，仰着小脸，一脸懵懂地问。江淮低笑出声，伸手揉了揉小团子的脑袋，又握住我的手，眼底满是宠溺与深情，却笑而不语。是的，那签筒他动过手脚，从我重生那一刻起，他就决定了，这辈子无论如何都要娶到我。